今天这期内容用一些数据和历史事件，让大家了解一下拉美国家是如何在脱离一个殖民体系以后，又自己跳进了另外一个殖民体系的。这是上半部分，主要叙述拉美独立战争期间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所踩过的一些爬不出来的坑。18世纪之前殖民者300多年的黑暗统治、奴役、剥削，让每一个拉美地区的人民都成了殖民者眼中的韭菜。有数据统计从16世纪到18世纪，光是西班牙一家就掠夺了近250万公斤的黄金，以及1亿公斤的白银。18世纪之后，伴随着欧洲大国争霸愈演愈烈，以及民族独立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拉美人民加入了斗争，开始反抗殖民者的剥削。南到阿根廷和智利，北到墨西哥，出现了一系列独立国家，无数拉美人民开始憧憬他们即将拥有的独立自主和自由。那么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了，这些拉美国家他们所实现的民族独立，真的是他们所想要的那种独立吗？但凡大家看过标题，再结合拉美国家现状，应该都知道答案该怎么选。严格来说，拉美国家的独立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出来的殖民体系升级，从始至终，拉美地区也没有实质性的掌握独立主导权。先是1810年4月，委内瑞拉首府加拉加斯爆发反殖民起义，紧接着拉普拉塔首府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格拉纳达首府博哥大、新西班牙、智利、巴拉圭、乌拉圭等拉美国家也纷纷揭竿而起。但是很快他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很残酷的现实，打不过这就导致拉美独立战争的第一阶段，各方独立军一直都斗争的无比艰辛，很难取得优势。比如1812年，拉美独立运动先驱者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被逮捕截止1815年，除了拉普拉塔一些地区，各地区独立军都在西军和当地保王势力的进攻下以失败而告终。再比如墨西哥，最开始的时候已经不仅仅只是很难取得优势了，直接就是领袖换了一波又一波，甚至有一次领导权还落到了政府军手里。虽然后来也宣布独立了，可是不到1年就又宣布恢复帝制，创立了墨西哥帝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各方独立军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效仿美国，寻求外界援助，而且他们的第一选择就是美国。毕竟美国也才刚刚独立不久主流意识形态比较接近，再加上距离又近，想得黑暗一点，拖美国下水嘛，借助战争来拖延美国的发展速度，对于拉美国家独立以后的发展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助力一举多得。可是因为当时的美国在国际事务上一贯奉行扩张主义思潮，比如19世纪初期开始的美国移民浪潮、对佛罗里达州的兼并，以及后边持续几十年的西进运动，这些因素导致拉美很多独立运动领导人产生了分歧。有人选择继续向美国求援，有人则选择放弃美国，转而向英国求援。这里要标个重点因为这段历史就是拉美国家独立期间所踩的第一个坑。因为当时的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的贸易垄断，拉美国家空有资源却没有打破封锁的能力。英国又是当时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使得很多拉美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触英国政府，想要获得英国的支持。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英国当然也不愿意错过拉美市场但是因为反法同盟在欧洲的惨败，英国政府根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对拉美国家进行武装介入。比如1806年，英军曾响应拉美独立先驱米兰达的求援，攻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想以此为基点推动拉美独立。可是因为当地人对侵略者的仇视，不到1年时间，英军就宣布撤出拉普拉塔。但是英国并没有放弃对拉美的支持只是从明处转到了暗处，开始在暗中推动拉美自治运动以及自由主义运动。说白了就是一边由英国政府出面向西班牙王室提出拉美自治方案，一边又联系独立军，以援助独立运动为条件，要求拉美独立军向西班牙王室提出自治并允许自由贸易。现在的我们都知道，所谓的自由贸易其实就是取消对进出口的限制和阻碍，一切放任自由，但必须满足一个竞争力足够的前提否则面对外部大量物美价廉的商品经销，内部市场拿什么去竞争矿产资源这些还好，大家都一样，顶多就是利润低点。工业品呢，一个新生的工业体系必然会面临成本高、质量差的问题，压价销售就赔钱，不压价又卖不动，本土工业体系也就发展不起来。如果没有贸易保护，久而久之，市场肯定会被外部工业品占据丧失市场主导权。可当时的拉美独立军哪里懂这些长期被压迫剥削的拉美人民，经济主导权一直都被殖民者左右地理位置又偏，很多东西压根就不知道，想要的只有独立。他们只知道英国一贯奉行自由主义，当时的英国又是经济强国，所以自由贸易肯定没错哪怕有人感觉到不对劲。可拉美想独立，还要不要英国支持想要支持就得接受这个条件。结果就是英国这个拉美自治提案被西班牙给否了。可是在拉美独立军心中自由贸易的种子却埋下了。再加上1814年西班牙对独立军的打压，经过英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渲染，呈现出的其实是一种西班牙抵制自由革命的情景。作为跟殖民者对立的一方，拉美独立军还有的选吗？不选这条路，民心这关过不去革命总需要理由吧，总得让百姓知道独立后一定能过得更好吧。所以这些独立军领袖就算明知是错，也得继续走下去。人民才不管你那么多呢，他们眼中能看到的就是奉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很厉害是个经济强国。所以1826年拉美独立战争结束后，除了巴拉圭等少数国家，剩下的绝大多数地区经济制度多数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体系，个顶个丧失贸易主导权而不自知。
当然，这方面也跟拉美的地理位置有关。当时的经济中心是欧洲，相对来说拉美地位太偏了，想要迅速实现现代化，就不得不响应全球化号召，与世界接轨。这方面，英国这些老牌列强才是主导者，要么接受，要么自己玩，怎么都绕不开自由贸易。再说第二个坑，这个坑是美国挖的。1823年12月，美国总统门罗发表门罗宣言，其中有一条是这么说的：任何欧洲国家假如干涉美洲大陆的政治制度，或者在这些大陆上获取任何新的领土，美国将认为是一种对他的不友好意向的表现。说白了就是以后美洲大陆的安全就由美国接管了，这里面当然也包括拉美地区，相信大家不难看出来了。这条原则虽然不让其他国家干涉美洲事务，可是在经济上却并没有什么限制，也就意味着之前英国政府在拉美地区推动的自由主义运动成果，也就是贸易霸权还有效啊。所以门罗宣言发表后，英国政府第一时间表示支持，因为这符合英国利益啊。拉美独立军也支持，这可是实打实的靠山，比自己苦哈哈奋斗强多了。美国对拉美独立的支持明面上就这些，但相比于英国的那个自由贸易，这个门罗宣言才是最大的坑。我也不多说，就简单做个假设：如果现在的拉美想要强行摆脱美国经济掌控，美国的经济制裁也没有起到作用，那么接下来美国会怎么做？会不会进行武力威慑？如果进行武力威慑，又会用什么理由去威慑？大家可以试着把这条门罗宣言套进去，是不是瞬间感觉怀疑人生啊？因为不管拉美用什么理由，只要威胁到美国利益，美国都有理由怀疑是其他国家企图干涉美洲大陆政治制度，进而进行纠正。说到这里，相信有很多朋友还是迷迷糊糊的，压根不知道坑在哪里。不用着急，咱们接着往下看。要是那么容易就被看出来了，拉美国家还能上当吗？接下来就是割韭菜的时候了。我是大木，我们下期再会。